对方是重，正对手，软脚，软脚了，踢到韧带了。注意看，来华挑战的老外正一瘸一拐地走向擂台边缘，寻求医护人员的救助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中国小伙如此暴怒地痛下死手？只因伊朗拳王旁若无人的当众秀特技，耀武扬威。结果却被中国勇士一脚直接踢瘸一条腿，看他瘫坐在地上捂着瘸腿痛不欲生的样子，就知道中国小伙下手有多狠。这个遭受重创的老外就是来自伊朗的泰拳冠军博多利，甚至这家伙还练过跆拳道和纯拳击，因此在伊朗拳坛有着绝对的统治力。而他不仅常年在泰拳和纯拳击赛事上称王称霸，还曾获得过伊朗总统杯70公斤级的冠军金腰带。因此，在实力这一块可以说是绝对的毋庸置疑。精准有力的重拳重腿和成熟老练的打法战术，也让他早早的就走出了国门，走向了世界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么一个顶尖悍将，确实有在擂台上耍杂技的资本，但他千不该万不该招惹中国勇士，挑衅中国功夫。来自安徽的碎魂者柳雷没有任何犹豫，当即冲上擂台，是要用拳头给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小伙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短裤是中国选手柳雷，白色短裤则是伊朗拳王博多利。柳雷之所以敢登上擂台迎战伊朗拳王，靠的不仅仅是勇气，更是对自己实力的自信。他作为中国纯泰拳选手当中最年轻、最有潜力的一位拳手，常年活跃于70公斤级，不仅获得过中日对抗赛的冠军，甚至就连职业泰拳赛事的冠军也被他成功收入囊中。奈何即使是如此耀眼的战绩，但在伊朗拳王面前却也稍显平庸。博多利能在众多泰拳手中脱颖而出，那无论是身体的硬度还是拳脚的犀利程度，都完全是顶尖的存在。所以今天两国的搏击精英相遇，绝对会有一人跌下神坛。够的，蛮够的。挨了这几下重拳重肘，但是都没有感觉啊。赛德的连续攻击反击能力超强但一旦柳雷第一波攻击失手以后，千万不能松懈，一定要防反，一定要防反，小心这个赛德马上就反扑。对年轻小伙子是一个考验啊！中国选手柳雷，目前柳雷没有做防反，他都迎击硬打，做迎击重拳了，对，跟他换拳，柳雷不要盲目的扑进去，跟他换拳现在吃亏一个带摔。自己先摔倒以后一个。这是一场纯泰拳规则下的比赛，在考验双方心理素质的同时，还非常考验两人对细节的处理。毕竟打出的招式与施展的动作不仅快准狠，还杀伤力十足，可能稍微一个疏忽就会被一拳当场送往抢救室。而老将博多利从一开始就用犀利的拳脚猛将小将的内美，看来他不仅没有将中国小伙放在眼里，甚至根本没有将小伙当成人来看。奈何柳雷既然敢客场作战，那必定是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。此时无论是主动进攻还是防守反击，他都能做到游刃有余。不过就算对手的打法再精湛，那他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能拿到优势。他不必啊，跑一跑啊！可能他们的空人，他们的教练叫他不能退啊，要跟对方拼，勇往直前。可能是教练下来只是注意，面部中拳都拳了，又被绕到背后，这个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哎呀，又走！你看看，在这个回合里，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，泰拳的音乐又响起有时候这种音乐听上去很让人焦心柳雷一样，对，勇往直前，但是要多一点技术。这种高飘拳砸不砸、值不值了，还是无效。经过首回合的试探，敢打敢拼的柳雷直接拿着拳头招呼在对手的头上。然而博多利再怎么说也是一位征战擂台多年的搏击老将，在拳脚对拼期间不仅不落下风，甚至还能展现出不少的老将风范。而双方激烈的拼拳换脚，不仅让比赛早早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还将现场观众的情绪带入到了高潮。表面上看双方实力有着天壤之别，但实际上小将却能和老将打得不相上下。看来柳雷为了打赢这场比赛，绝对在赛前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。博多利代表的是伊朗拳坛，但小将代表的却是中国功夫与中国实力的尊严与荣誉。上了教练，他解决不了问题，他发现中国这个选手柳雷，他会像任何他遇到这个泰国选手一样，也打不倒。你打不倒。还是有办法的在第二回合的前半部分，我们来看到柳雷的拳击方式还占了一定的优势，化解了对方的攻击。现在一定要咬牙挺住。现在赛德呢要低扫的方式，又想放倒这个柳雷。好，柳雷注意不能松懈，丝毫都不能懈，好，靠自己身体的移动，身体姿态的这种调教。目前柳雷的前手平高还没有发挥得很好。打到拳绳边缘以后，柳雷并没有发动直接进攻。
比赛进行到现在，博多利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小将无论是拳脚的犀利程度，还是对细节的处理把控，都丝毫不逊于自己。甚至柳雷还有着更加充沛的体能优势和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。按照这种攻势下去，那究竟谁输谁赢，还真不好说。面对小将无时无刻发起的进攻，博多利只能向后拉扯，伺机而动。不得不说，柳雷这场比赛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就算对手是伊朗拳坛的希望，伊朗拳坛的未来那又怎样？对于正处于职业巅峰时期的中国小伙来说，对付一个即将退役的老油条，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。现在没有机会，柳雷的这个身体站立的姿态非常好，重心非常棒，说明现在体能的分布还很好。这跟平时大剂量的训练有关。好的，好，继续用拳，继续用拳，后拳又没打着。那现在从第2回合开始到第3回合，赛德的他的拳会比较没有力度了，反而制服了这个赛德的前攻。但是他的直的肘要小心，他会滑进你的报价里面。这一肘打的又是打中了，很痛苦。对，这样的肘这样的肘打到了，不是鼻子断掉就是牙齿掉了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作为两人的决胜局，双方都表现得更加谨慎。成熟老练的博多利在加强自己下盘防守的同时，也更加注重打出精准打击，而柳雷则采用围绕式打法来抢夺最后的有效点数。不过，就算对手的防守再怎么严密，柳雷也依然能找到重创对手腿部的机会。结果气急败坏的博多利竟险些将小将给扔出擂台。虽然这样的招式并不得分，但却对比赛节奏和比赛状态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看来应该是柳雷频繁的下盘攻击起到作用了。这个时候场下的教练不断的告诉柳雷，接下来该怎么打，坚持自己的战术，一定要持之以恒。还是用拳，被防守反击了。小心，小心机会，追，对方失去平衡。没办法，柳雷的一波攻击只能采用残暴。全场观众呢给柳雷一个巨大的欢呼和鼓励声，加油！对方的前手秀拳呢点的蛮准的，对方现在呢出拳也缓慢了。老将不愧是老将，即使体能已经消耗殆尽了，也依然可以强撑着发起进攻。反观一直在猛打猛冲的柳雷，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依然非常强烈。只要让他抓住机会，那么必定是连续的拳脚组合招呼到对手的身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场上的局势也越来越焦灼。能和中国小将打满3个回合，那对于博多利来说，自然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。毕竟两人之间的擂台经验与荣誉地位相差太悬殊了。但即使这样，柳雷却依然能用聪明的头脑拿到属于自己的优势。时间不够，这个对方失重，扫得不错，对方失重，趁对手软脚，软脚了，踢到韧带了，注意，受伤了，看见没有？机会就在这一下子。是看什么伤？还是出现在身体体能上的。没有受伤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看年轻20岁的柳雷在第3回合比赛中出现这个重大的胜算转机。肌肉拉伤了，让赛德他的右腿小肚子。已经被踢瘸的博多利依然没有放弃，继续比赛。面对这一现象，柳雷也再次加强了对对手的腿部进攻。比赛到这里，那胜利的归属者已经非常明显了。老将的实力虽然很强，但后浪的威力却比前浪更大。好在时间所剩无几，不然博多利的大腿绝对会被当场踢废。此时掌握了大比分优势的柳雷依然没有放松丝毫警惕，这毕竟是泰拳赛事的巅峰对决，不到比赛的最后一刻，根本想象不到会发生怎样的事情，甚至可能稍微一眨眼，比赛都会出现无法逆转的情况。好的，打击他的面门啊！这个腿根本没法撑了吧？柳雷这个时候要注意，赛德的腿已经不能够发挥任何效力了。哇，赛德非常的顽强，坚持的赛德。最终柳雷成功以大比分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大家觉得中国小伙柳雷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